OK，大家好，我是蓝手人设计师吉米。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有点蛮不错的，就是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就是我没有讲过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其实是我一直都知道这个品牌，但是直到我看到我岳父是一个也很喜欢玩手表的人，所以他这一次我们上一次好像是2023年的时候，他生日的时候，我们送给他的一个这个 Skeleton 的这个 Radar， 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就是我岳父的爸爸，也就是我老婆的这个爷爷，就在高中的时候送给他的一个雷达表。那他就这样子一直戴这个表，戴了40几年。应该40年跑不掉吧。那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戴着这个表。虽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红群什么的，满天星，但是他还是很坚持的，就是这个表，他真的很爱它。那虽然说，我老婆这个爷爷今年也离开了我们。那 anyway， 我觉得这个表这一集也对我丈人来讲也算是蛮有意义的吧。就是我可以理解这个表对自己的重要性，就像是我爸爸给我的第一只表一样。那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一场体验。体验完之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所以我觉得时间真的能留下的东西，你也带不走，但是你能戴在手腕的东西，那表示是你珍惜的东西，好吧？那今天有点太沉重了。今天介绍的这个呢，是瑞士的这个雷达。那它推出了一只让全世界非常惊呼的手表 ，Dial-Star。那个年代回到1960年代，人类第一次把这个国旗。美国人的国旗插到月球上面 ，OK，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那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OK， 有人说那个美国登月其实是假的，那也有人说是真的。I don't know。OK， 也许伊隆马斯克真的跑到月亮上面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一面国旗好了。OK， 那我觉得在1960年代那个年代，大家相信科技，相信科技能够拯救一切，对于整个未来，建筑师充满未来城市银翼杀手、星际大战E.T. 各种这种科幻电影推陈而出。那甚至是模拟到，比如说像《魔鬼终结者》，已经模拟到人类因为对这个地球有过度的迫害，被 AI 认定成毁灭地球的元凶，所以反过来扑杀人类，充满了这个时代的那种背景。回到未来造飞碟外形的车子设计师想着怎么让生活看起来更科幻，建筑师画着未来城市的天际线。就在那个时代，雷达推出了全世界震惊惊呼的手表 Dial-Star。1962年，一直被称为飞碟表的手表诞生，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只抗刮手表，也就是用钨钢打造，造型像极了这个太空舱。那雷达说，既然人类都可以上太空，手表当然也可以不怕磨损。我们把时间快转到2023年，品牌再度出手，他们推出了 Radar Dial-Star 的 Original Skeleton， 一只融合了60年前飞碟精神以及现代镂空技术的机械艺术品。今天这支影片，我不光是要讲这个 Radar， 我还要就是让你们大家能够看一看，40-50年的这个古董表，它是这个篆刻的我岳父的这个对他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手表。那同样也是这个钨钢的材质，那他都已经戴到已经表壳裂掉了，他还是很坚持，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这只表。我想这个跟自己爸爸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一定也有很大的关系。OK， 那再来就是我会跟大家讲，就是在7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支King Seiko 的 Vanek， 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品牌，竟然设计出了长得有点像的手表。我觉得一个是太空梦，一个是整个时代都市在往前跑，在创造未来的梦。可是他们都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对未来的想象。OK， 那在开始之前呢，记得帮吉米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这一集我会在 YouTube 的宇宙里面尽量去讨论那个对于未来想象有想法，人类对于未知的渴望，如何在宇宙继续生存下去的那一个故事。
好吧，我们就从1962年开始讲起。Dire Star 的 Original Skeleton 为什么长到现在这样子？我们回到1960年代那个抬头看星空的年代，全世界都在1961年谈着这个太空，苏联加加林第一次上太空，然后到1969年美国阿波罗11登上月球，整个太空竞赛不光是科技的角力，几乎变成了人类对于未来的一个信仰的战争。那这种信仰就渗透到了设计师里，渗透到设计里面。建筑师画出像飞行器的屋顶，工业设计师疯狂使用金属的曲面流线造型，电影导演也用光影机械去讲述人跟科技的关系。Steven Spielberg 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现在已经快90岁的 Ridley Scott 啊，他们通通都在对着未知跟恐惧做的所有的想象，甚至是最经典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正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导演叫什么名字啊？天哪，我一时想不起来。有的时候脑子真的觉得是不够用。不过那个导演是Damn, I forgot about it. OK， 没关系。OK， 2001太空漫游，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大家就算没看过，也有听过他的那个主旋律。噔噔 ，OK， 我不要哼出来，大家自己去听了。OK， 银白、冷静、对称、理性，没有多余的装饰，人类美学开始登月。在那部电影里面，每一个机舱、每一个控制台，甚至每一个按钮，都是被雕塑过的工业艺术品。那个就是60年代的未来主义，相信机械可以让生活更完美，相信科技可以让人的界限更为延伸。那就在1962年呢，雷达端出了 Dire Star One， 用钨钢打造，强调全世界第一只抗刮的手表，那表壳更是像太空舱或者是飞碟的椭圆形包覆，表耳几乎给完全隐藏起来。换句话说 ，Dire Star 不是把未来做在广告上，而是直接把未来戴在你的手腕上面。10年之后的1972年 ，King Seiko Vanek 在日本登场。那当时日本进入一个高速都市化，战后霓虹灯、玻璃帷幕、钢骨水泥堆砌出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建筑理论的整个所谓的理论在谈的这个全新的新代谢派城市生命体可以长高长大 Vanek 就是在那个气氛背景里面生出来的孩子。多面棱角的镜面抛光，折线清楚，然后像钻石一样雕琢过的晶体玻璃，它的美不是飞离地球的科幻，而是把城市的光，把高楼的零线压缩到38到36mm 的表壳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拿 Dire Star Original Skeleton 去对比 Vanek， 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像，而是因为这两只表刚好都分别代表那个年代对两种不同未来的一种渴望。雷达在未来的天空， Seiko 则是在未来的都市城市线。前者讲的是一种流线包覆感，让材料硬度无限以及无瑕；后者强调的是切面反射，让光影 disco 的那一种活泼的霓虹灯感，再加上精密的抛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20年的那个复古浪潮里面，雷达会把 Dire Star 做成镂空版，再加上多切面的方形蓝宝石，去强化太空人感。而当我们在今年看到 King Seiko 把 Vanek 的棱角镜面色彩重新端回台面的时候，你会突然发觉，60、70年代怎么有这么多相像的地方。OK， 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1962年的这个飞碟壳的语汇之下，到2023年这个 Ceramus 以及镂空的这个升级。Seiko 在1972年把 Vanek 的晶体几何变成日常佩戴的一个造型，今天再加上了加工涂装法去强调它的光影系。我觉得这两个作品都代表了未来主义、几何切面、材料实验跟科学城市的想象。我觉得手表这么小的一个载体，它多了都市以及曾经的那种同时存在。首先呢，我先讲这一只表 Dire Star， 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无非就是它最经典的这个飞行的这个飞碟壳，做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中壳跟底盖几乎收在这个像是豪石的这种侧面，几乎没有过度突出的地方，整个视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像钻石一样。你看到这个蓝宝石的玻璃呢，你真的会觉得它就是 Vanek 当年在模仿的对象。当然我不知道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不过可以很明显确定的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宝石切割面呢，其实在雷达是比较先推出这个做法的。那当然到后来这种
把科幻感直接做活，到现在外部材质，我们刚刚讲的 Ceramous 的这种陶瓷金属复合材料，经过整个抛磨电镀之后，再呈现出这种钨钢跟白金之间的亮黑质感，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深不见底，但却有金属的这个边缘反光感。我觉得搭配上它的这个 H-Link 的这个链带，整个抛物交错面让它看起来有一点像一体式的整合感，但是近看却又能够看出它非常棒的一个细节。我觉得这个表真的是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再把 King Seiko 放到旁边去做对照，你们会发现差异相似，同时被放大。Vanek 不追求流体包覆，而是切面的结构，那表壳转折非常清晰，棱角锐利，平面跟整个抛整面的节奏就像是在做小尺度的建筑外墙的美学，它让光是滑进去的，而被面跟折线分割形成明暗对比的图样去做大图说明。OK， 那如果 Diastar 是把机身藏在外壳底下，留下干净的轮廓。Vanek 则是把轮廓拆成多个平面，让光去画出自己的线条的设计。我觉得两个方案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手表在手腕上的体积看起来，在工业雕塑之下，它不光仅仅是一个圆形的容器，而它相似的之处的地方呢，就是 Diastar 用的是这个很特殊的这个叫做这个 Faceted Sphere 去做折线，那 Vanek 则是用多面外壳高大抛光去做反射。我觉得两者都把这种对称以及秩序做得非常的极度整齐。那像 Vanek 也是把它的零线安排在这个几何平衡的视觉上面做得非常的完美，两者都把品牌的符号做到了产品里面。我很喜欢 Diastar 这一次他做的这个悬浮的这个时标，我觉得整个材质营造像太空舱里面看机械的那种感觉的穿透感，整个零线抛光营造出我觉得整个像是一个玻璃塔一样的光影感。我觉得自己作为设计师，我会把这一段总结成就是 Diastar 它这是一个流体飞行器的美学，晶体建筑的美学。我觉得圆润，然后又锋利坚固，材料硬且丝滑，有未来又有几何的锐度以及亮度。对于未来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宏观。那当然跟 Vanek 比，不是比谁比较好看，而是今天就是刚好，我觉得你们大家可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个态度，去贴近你的审美跟生活场景，去挑出你喜欢的手表。那机芯这一段呢，我们就简单的大概去讲一下，它用的是这个 R808 的自动机芯，那核心是 Swatch Group 的这个长动力的平台，那经过雷达的重新调教，那这颗机芯同样也是80小时的动力储存，3 Hz Navichrome 的防磁油丝，5方位的调教，再把甲板跟桥板做成这个无烟镁色，那正反两面都可以看见齿轮清晰的作动。那我觉得这个把机械透明化的思路，它是既要使用长动除，又能够抗磁，又要能够好看被观看，所以它在镂空跟表面的处理上，外在结构上 Diastar 以不锈钢的中层透明的底盖搭载机芯，包覆 Ceramous 的这个上层的表圈，兼具了硬度以及重量的管理。那整只表的这个尺寸呢是38×45，所以其实对于中小型的手腕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产品，而且它也有100米的防水。OK， 那我觉得再把 Diastar 的整个飞行壳一个非常精彩的点呢，就是它从40-50年，他们就是把这个表耳藏在表壳底下，所以它的边界就是这个飞碟的边界，它的上下的天跟地就是被包覆在整形或者是这个鲍鱼型或者是飞碟型的这个壳的下面，你看到这个手表只会看到干净。那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反映了品牌对于耐用跟美的理解。雷达借用了材质工程，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Ceramous 这种金属混合陶瓷的这个材料，抗刮、抗磁、长动力储存，去确保你日常能够有很棒的佩戴感。那我觉得对于今天在看影片的观众你们来讲呢，其实结论很简单，你如果看见机械在跳舞，看到 Diastar Skeleton 这一种在光线上不锈钢上面的这种折返，我觉得
这种构造之美，把60、70年代对于未来的那种信心浓缩到你的手腕上，这个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这只表呢，它的定价也没有很贵，它的美金定价呢是2400美，大概是台币7万5，也就是人民币的17200人民币。OK， 那我觉得在这个价格区间呢，其实可以买到80小时的动力储存，防蚀5个方位调教 Ceramos 的异材质呢，陶瓷混合不锈钢的材质的合金材质，我觉得这种性价比非常的高。那当然，它属于雷达最经典的一个产线，它不是限量，但是它的维修跟零件供应也是非常的稳定。那当然，相比之下呢 ，King Seiko 的 Vanek 台湾新版的定价是在9万5，那大概拿到可能在8万块上下。我觉得它的价格虽然略高于雷达，但是它相较于日本市场属于设计复古的高阶线。我觉得雷达它更强调的是科技跟材料的未来。Seiko 则是强调光影供应的美学。我觉得这只表它不太适合一个只是想要日常佩戴表的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行为的设计师，或者是收藏家会喜欢的一个物件，因为它不是一个工具表，而是一个设计跟想象语汇的延伸。每一个面、每一个折线都像是在叙述着未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喜欢建筑、喜欢设计、喜欢太空题材、喜欢科幻电影，那这只表戴在你的手上，你会想要每天都靠近、贴近的看着它。你也会想到2001太空漫游的那个太空舱，甚至是几何建筑、一个太空船，或者是两者兼具的精神。但同样的，它都是人类对于未来的浪漫的想象。所以我大概总结一下 Rado 的 Dial-Star Original Skeleton 呢，这只表的关键字是未来主义、材料科学、设计的信仰。从1962年的太空竞赛一路延续到今天，用一个飞碟的壳来告诉我们，设计不光只是外形，它也可以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Seiko 的 Vanek， 它展示的是另外一种城市光影的未来，一个是太空梦，一个是都市梦，他们都在证明每一个年代的设计师都在相信未来要变得更好。所以讲到这边，我希望这样的分享呢，也可以让大家去理解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设计师、不同的时代背景，他们却可以在每一个年代留出最经典、最值得让人玩味的绝美设计。OK， 那我觉得不论手表贵跟便宜，他们都留不住时间。但当我们戴上它，都是在记录我们的人生，以及对未来的想象，以及父母甚至是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期许。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可以让看影片的你呢，对这个品牌多一点感受，也对于时间有多一点的连结。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种从生活、设计、历史去瞎聊、闲聊手表的分析，记得帮吉米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时间的宇宙里继续寻找那些会发光的故事。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Peace。